村长，我不明白，论起剑法，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？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耳，你为何不传？我想传，但木耳担不起。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，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。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？传我的功，便要担起我的责任。我担不起，现在的木耳更担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亦担忧，等有人木耳踏出大徐，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。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好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是剑堂堂主，你背负利剑，那我们比拼剑法。啊，你都没有抬头，怎么知道我背着剑？剑就是剑，藏不住锋芒。可我没学过剑法。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，我不能跟别人学，免得那个人不教我。谁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！你回去向他学一招，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能够胜过我多少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，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？拳法、刀法都行。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。好，你等着。居然！剑堂这个死脑筋，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。我也想。剑堂堂主，剑痴，剑痴。村长，要不你就传两手？对呀，是啊，你就教教呗，你就是教教我。时间太短。哎，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！时间虽短，但好在木耳是霸体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霸体。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，控制一根树枝，去刺一棵树。我忘了，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，但元气深厚。再次杀猪刀试试。你刺杀猪刀的时候，什么感觉？我的元气丝太软，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。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。刺，只要你学会了刺，天下间灵胎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刺，这个动作，用剑来刺，灵胎也要握剑。元气扎根在剑中，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的身躯。再次，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了。不够。要控制所有力量，腿的力量，腿是力量源泉，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。拳的力量融到剑里，眼睛的力量，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，让你的剑也长眼。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。等等，用这口剑吧。香燃烧了一半，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，得抓紧时间。来吧。很好。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，出剑！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。
之前那把剑呢？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，我如果用真剑，会伤你性命。荒谬！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，平平无奇。我没学到剑法，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，刺。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此句是。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，就被他的剑锋斩断。一个普通的刺，竟有这样的威力吗？木耳这小子又在忙什么？星星儿，能不能以冰潮过来？我们可以借铜像的力量拖住冰潮。好主意！风来！贼秃，你也尝尝冰潮冲刷的滋味吧！休想逃！完了，被他关住了！铜像怎么会小禅师的金钟罩？他也是大雷音宗的吗？可恶，他想困死我们！恶人暗算我！这一剑来自哪里？威力竟如此惊人！对了，一定是村长爷爷。分明是从正面，说什么暗算？大虚再也无法平静了。为什么黑暗降临时，无忧香才会出现？无忧香到底在哪里？镇阳宫的壁画上根本没有无忧香，难道必须要走入黑暗中才能找到它吗？可我要怎么才能活着穿过黑暗呢？来找我，找到我。来找我，找到我。你是谁？木耳，你做什么？婆婆，那个影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无忧香在黑暗里，她会不会是无忧香的人？那女子14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反而在黑暗里活了过来？黑暗的事情可以问村长，他去过那里。400年前，我来到大虚，四肢尽废，万念俱灰，想着毕生的抱负都没有了着落，一次又一次想要了结此生，
但又偏偏死不得。有一次，我没能承受住魔的诱惑，走入了黑暗中。你太强了，强大到即便是黑暗里的魔怪也很难杀死你。那时我走在生和死的边缘，我很疯狂，向黑暗中的魔怪大吼大叫，想要求死。然而那一刻，我眼中的黑暗像雾一样渐渐变淡了。我看到了一个个与大虚重叠但是不同的世界。等我进入大虚深处，抵达涌江的源头，那些奇怪的世界一下子便从黑暗中剥离开来。黑暗中竟然真有其他的世界，那会是什么景象？我看到很多扭曲的影子，但看不清他们。他们都很强大，甚至有些比我还要强大。他们向我招手，似乎是在邀请我。我想到我还肩负着责任，不能死在那里，所以退出了黑暗。木耳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个影子，或许就是你见过的那些。黑暗之中的那些世界，我称之为暗界；我们所在的世界，我称之为冥界。明暗交替，白天时冥界占主导，而到了夜晚，则是暗界占主导。如果太阳手说的是真的，无忧香或许就在暗界里。我不明白，无忧香打造了驱散黑暗的太阳船，像神一样厉害，但是无忧香自己又像魔怪一样藏在黑暗里。那无忧香的人到底是神还是魔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我又是什么？我想带木耳去暗界走一趟，探探无忧香究竟是什么。一个人能进出黑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，带上木耳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放心，这400年来我还是有些长进的。待我闭关休整一段时间，出关后便带着木耳去暗界。神啸、青啸、碧啸、丹啸、景啸、玉啸、狼啸、紫霄、火啸，9重天眼，开！魔，好多好多魔！莫怕。身上的光比星宿10还亮，就像神一样。不对，村长爷爷更厉害，是活着的神奇。我就知道，老头子还是老头子。哼，沉寂了400年的剑神，终于要出山了。木耳，我们走。婆婆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
除心。原来香龙城，哦不，旧时代的天龙星宫是长这样吗？不可分心，黑暗危险异常，跟紧我。奇怪，刚才还能看到很多魔，现在反而一个都没有了。前面好像有道裂缝，不对，是4道，看起来好像是指甲。等等，5个指甲，4道裂缝，难道那裂缝是指缝？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地面也在轻微的震动，就像地也在呼吸一样。那是……危险！这就是当年最强的剑。木儿，当初我是在永江源头进入暗界的，我们便去那里寻找无忧香。这一路要奔行5000里，你速度太慢，我带着你。好快！那是我们村。哎，永江龙王的龙骨在那儿，这就到永江龙宫了吗？是神女关的神女。奶奶庙的海眼龙王，他们怎么跑出来了？这是要去哪里？永江源头就要到了，注意，无忧香随时可能出现。喂，你踩痛我了！人？有活人闯进来了！在哪儿？这么多尸骨，何谓无忧？黄土白骨，自然无忧。难道无忧乡的人都死了？不对，这些骨头还带着神威、魔威，应当是神骨、魔骨。他们有肉，我们没肉。抢走他们的肉，抢走他们的肉！
木耳，木耳！还好有马爷爷留给我的禅尊法相，专克邪祟。禅尊法相在你遭遇必死的危险时才会迸发，只能用一次。啊，没有禅尊护体，该怎么进入永江源头呢？哎，有条小舟。荡舟的居然是个骨头人。老剑神，许久不见。我想乘舟出行，寻觅一处名为无忧乡的地方。这个人认识村长爷爷？有钱能使鬼摆渡，无钱便做摆渡鬼。没钱还想做海舟？不知道友是否还有余钱？也罢，你我那个时代的人所剩无几，能在这里相遇，也是缘分。你老了，但还是比我强盛一分。不过好在我比你年轻几岁，可以比你活得久一些。村长爷爷，他是谁？他叫灵景，右手少了个无名指，我斩断的。哎，他是村长爷爷的对手？是对手，也是道友。这家伙喜欢凑热闹，四处闲游，见识过许多奥秘。其实我很羡慕他活得潇洒，比我轻松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是如此好动，居然跑到了这里。哎，那些神骨蘑菇怎么不动了？也不攻击我们？就像看不见我们一样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舟上的缘故，这海舟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瀑布里竟然藏着一条水道。好多神魔！别怕，他们都被一股神圣的力量封印在崖壁里，出不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杜翁是好人吗？他真能带我们去无忧乡吗？难说。不过你的玉佩带我们来到这里，多半会和无忧乡有关。死者生界，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？还有一行字：生者止步，死者前行。
我怎么变成骨头人了？村长爷爷，你……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，这便是死者生界。二位，请。颠倒生死，竟有这样奇妙的世界！太阳船？不对，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，还有些幽光，这是什么？一轮残破的月亮，这是月亮船。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！奇怪，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？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？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，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香？月亮出现在夜晚，因此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。无忧香只在黑暗出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摩尔，无忧香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。你见到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。沐月者？啊！村长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不去相认吗？万一她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母亲？我看到的不是女子，是一个魔。小骗子！曾经被封印在镇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，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，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。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，可现在，想必是进入死者生界，重新恢复了力量。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，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。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！好家伙，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。小魔头，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，那才叫骗。如今你想找无忧香，我也想找。用人族这种低等生灵的话来说，应该是互帮互助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也要找无忧香？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玉佩交给我，我带你回无忧香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这可有我的你！魔神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彼岸之际，天魔众生，但守住了不明之战。魔神竟创造出一个属于魔的极乐之界，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，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？哎，那个漩涡呢？
村长爷爷，您怕不是禅尊做下圣物吗？里面怎么会应声出魔？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，竟能污染莲花，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。一旦沾染，禅意堕魔。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之一，发布天魔柱。摩尔，取我一根发丝，系在腕上。漩涡在那儿。这些猎物形状好奇怪，不像钉子，倒像是牙齿。难道？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，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。村长爷爷，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儿，一定知道木儿身世的一些隐秘。说，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与我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吗？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——丰都。丰都门关，就是在传说中的鬼门关。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？这里是丰都的死者圣界，活人禁区。你是活人，不应该来这里。你也不是死人。我名赤秀，是替丰都王捉拿犯人的夜游神。能够自由穿梭于丰都和大虚之间，所以，在死者生界作乱的魔神不是丰都王的犯人，闯入这里的活人反而是你捉拿的对象。魔神作乱，自会付出他的代价。你想离开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丰都王很欣赏你。他有个要求，你死后属于这里。人死之后
不是应该归幽都府君管吗？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惹他，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丰都王为何要与幽都府君抢死人？黑暗降临前，大虚的死人就都归丰都管，现在也是。原来丰都在黑暗降临前也是大虚的一部分。丰都王和太阳守一样，直到现在仍在履行神职。考虑好了吗？死者生界，生者死界。外界的死就是这里的生，死后还能在这里活下来，何乐而不为？我答应。不过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问，我未必会答。无忧香在丰都里吗？不在。那无忧香在哪儿？为何木儿的玉佩会对月亮船有反应？那艘月亮船是无忧香吗？月亮船出自无忧乡，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死人，你去问他。死人？这死人为何留在月亮船上？你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很讨厌你。那个死人醒了，你去找他。别忘记你的承诺。你死后我去接你，不要跟幽都府君走。丰都与幽都的冲突从何而来？那个月亮船上的死人不去幽都，也不去丰都。又是这首歌谣。这艘月亮船似乎经历过一场大战。驾驭月亮船与黑暗中的魔怪交战的巨人，他们是沐月者，同沐日者一样，有着放牧月亮、驱散黑暗的使命。木儿的体型外貌与他们完全不同，看来他不是沐月者。这轮月亮似乎也被打碎了，每每被牵动就有山石滚落，将大战后破败的月亮船永远地困在危险之中。奇怪，之前听到的声音应该来自月亮船上，为何不见其人？你在找我吗？你是与月亮船融为一体？你是月亮手？月亮手，月亮手，对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。我是月亮手，你知道无忧乡在哪里吗？自然，沐月者的月亮都是无忧乡炼制的。沐月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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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啊，都死了！尸体都拼不到一起，我跑，我胆小，我把他们扔了，
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！唉，他已经疯了，问不出什么了。水道怎么越来越窄了？如果它完全合拢，我们会不会被永远困在黑暗里？木耳，村长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！来不及了。幽都丰都，黑暗里居然藏着3重世界，甚至可能更多。要在黑暗里找到无忧香，一定会比昨晚经历的一切更危险、更恐怖。我要变得更强，就可以在暗界探寻得更深、更远，就有机会找到无忧香。村长爷爷，我想走出大虚，去外界历练，见识天地之广阔。等回到村子，我们就为你准备成年9考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可是，婆婆和爷爷们这么讲，村长爷爷甚至能单枪匹马闯出黑暗，我要怎么通过这9道难关呢？最后一关了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，请村长爷爷赐教。举起你的剑，剑有4边，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；朝向你的敌人这边，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。剑就是你的一杆尺，用剑法做标，衡量善恶是非，既是衡量你的，也是衡量敌人的。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1式，学会了，就算通过我这一关。你传授的剑法，不仅仅是招式，更多的是使命。学了你的剑法，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。木耳，能够肩负得起吗？我不行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。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，我也老了，最多比他晚死几年。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。我的剑法叫做剑图。剑图
山河，堂上谋臣帷幄，天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神可发语。可引。次日楼台顶爱。剑履山河，都人齐贺大风歌，传领诸神来贺。村长，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，用剑气作画。山川河海遍布之处都会被剑气斩杀。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。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？村长爷爷说过，剑有14招基础剑式：刺、挑、云、斩、劈、点、锋、挂、撩、抹、扫、架、截、花。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刺为1，挑为2，劈为3，以此类推，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数，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。1、4、1、5。1、3、6、2。恭喜你，木儿。木儿，你成年了。我们这些老残废教给你的，都是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本领。瘸子教你逃命法和狡猾，药师教你炼药和救命，瞎子教你看破表象，窥见真实。哑巴教你变通和从容，屠夫教给你勇气和无畏，聋子教你艺术与风度，马爷教给你力量和庄严，婆婆教你智慧和善良。从今天起，你便可以走出残老村，自己闯荡。此去延康，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记住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我的道。
爷爷婆婆。木耳，外面的人凶残的很，不比大徐人纯良。打不过就跑啊！也可以下毒，谁欺负你就剁了他。小心漂亮女人呐，做个斯文人，要自强。记住，你是霸体。